灵娥看着镜中自己走神时已经梳理好的流云鬓，想了想，灵娥在储物法宝中取出了一杆玉钗，插在了云鬓之上，对着琉璃镜左右打量。总不能轻易认输，了不起今晚就哭给师兄看。先选个漂亮的小裙裙。湖边踏青，李长寿笑着介绍湖中养的各类灵鱼以及它们的滋味。云霄仙子听得颇为入神，听闻稍后李长寿要亲自动手做一餐美食，目中也流露出了少许的期待。闲话一阵，李长寿将话题引到了正事上。仙子所说的2件事为何？你是道门如今至兴，何不猜猜看？李长寿摇摇头，一本正经。没有好处，我可懒得耗费心神。那你想要哪般好处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虽然很想说腿枕膝枕什么的，但是脸皮终究是没有厚到那般地步。适当的矜持是人族子弟都应该有的优秀品质。李长寿叹道：罢了，还是不敢捉弄你。云霄看向一旁波光粼粼的湖面，轻声道：我又不会拿筋斗打你。打就算了，还要用会员筋斗。李长寿故意皱眉，云霄被逗的是抿嘴轻笑，目中带出了少许嗔怪。不玩笑了，你是为白泽和陆崖之事而来，担心我遭了妖族算计，对否？云霄轻轻颔首。白泽可信吗？还在观察，不过白先生此时已能得到我3成信任。他是当年妖帅，更是智谋无双，与鲲鹏妖师斗过的人物，预感灾祸的神通也颇为厉害。他定不会无缘无故地投奔于你。这个我慢慢与你讲吧，事情说来话长。李长寿背着手，从陆压发讨天袭文说到自己和师兄捉到白泽，又讲了白泽后知后觉给出的趋吉避凶理论。云霄细细推算，细细思量。如此倒是有7、8分的可信度。白泽是为了进人教躲灾也好，还是预感到了天地间有大劫也罢，此时都被玄都师兄制住了元神。白泽此瑞兽不能用人族的思维去评判他与妖族的关系，白泽站的层面或许还要更高一些。我能感觉出来，他对万灵众生有一种悲悯，或许这就是他被天道列为瑞兽的原因。你心中都明白，那我便不用多担心了。听你刚才一说，反倒是觉得这白泽被你折磨了一顿，也是颇为可怜。李长寿耸耸肩，我自认为尚未有运筹帷幄的本领，若不去防微杜渐，如何能活到与你并肩而立？云霄略微歪头，注视着李长寿的面容，认真道：此时你我不是在并肩而行吗？这个一点男人常有的自大罢了，不必在意。李长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第一件事是担心白泽算计了我，第2件事可是因为陆崖手中有一些妖族留下的厉害法宝。哪般厉害法宝？云霄轻轻摇头，言道：只是听闻你与妖族太子动手，担心你受伤，还会为了人教面皮强撑，过来看看，心底才可安稳。你我当真已是入了升温境。李长寿的目中带着几分触动，云霄却话锋一转：顺便也来看看你是否表里如一。三妹常说，人族男子最是多情，少有可信任者，这是后天繁衍之道所影响。见了灵娥，我倒是放心了。李长寿的额头挂满黑线，轻唤一声：云霄。2只手掌左右摁在云霄肩头，云霄都有少许错愕，但见李长寿满脸的认真，一时未去挣脱。李长寿叹道：
这种事不适合你来想，不然我就要内疚。是不是我这凡俗之心玷污了你纯洁道心？有吗？云霄仙子眨眨眼，目光有些忐忑。这些本就是大道，我也道心并非是凡尘不染，不然……李长寿淡定地收回手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这双手就不洗了。云霄此时总算是反应过来了，俏脸红晕一闪而过。哼，果然是不老实的很，我且回了。玩笑玩笑，来都来了，怎么也要吃顿饭再走。还有，仙子，看这小琼峰布置如何？我倒是并未细看。9天息壤，5行幻天阵，乱雷煞阵。这……云霄皱眉看着一旁李长寿那略带得意的面容，禁不住掀指扶额。你当真是……这峰上的大阵竟比我那3仙岛还多了数倍。你在怕什么？若是有什么强敌应对不了，我也可以帮你出手的。李长寿摇摇头笑道：不过是有备无患罢了。话语一顿，他转身看向草屋，灵娥已经是驾云而来。若是没有此地布置，我本体外出都不得不分心挂念家中之事。家中？云霄美目之中划过了几分了然，柔声道：灵娥确实灵秀可爱的紧，若她得空，我当真想带她去3仙岛小住些时日。李长寿闻言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一时捉摸不透这话语中的含义。这里面似乎也有一点心理博弈，而且层数正在不断的升级啊。云仙子？谁啊？小寿寿从外面往山门带人了？棋牌室中，刚听到这般消息的九九满脸震惊，一旁的九羽狮也有些猝不及防。倒是小雄风真正的师祖奶奶江莲儿，对赶来送信的熊灵力嗤的一笑：你们都不用仙识探查周围环境的吗？九九和九羽狮老老实实的摇摇头，熊灵力头一歪：那是个啥？元神之处，炼气师都有的感知力。江莲儿有点无力地拍拍额头，当真不知该如何骂这些在山中修行的花骨朵。九九最近几十年不外出逛荡，是半点警惕性的没了。怎么只能看到灵娥和小兽兽？灵娥对面的是团云雾呢？这是无比高明的遮掩法，笨。江莲儿一阵摇头，表示无语。九九忙问：师娘，那女子生得如何？江莲儿不由嗤之以鼻，说的就跟我能看透一样。九九禁不住翻了个白眼儿，可漂亮了。熊灵力在门口加了一声：我刚才去送茶的时候都看呆了，就是那种，我也不知该如何形容。表兄对这位仙子也很温柔，灵娥好像还喊这位仙子叫姐姐。什么？江莲儿的语调一提，本来松松垮垮坐在圈椅中的她，此刻顿时坐直身子，咬牙道：这不讲究先来后到的吗？小长寿怎么能让灵娥对旁人喊姐姐？明明是灵娥先的。哼，本来不打算窥探旁人私事，本师祖现在忍不了了，看我的！言罢，江莲儿素手轻摇，门外有2片落叶飘来，钻入她的指尖，施起一叶障目法。那2片叶子贴在江莲儿眼前，闪耀绿光。江莲儿顿时看透密林的阻碍，看到了湖边喝茶的3人。原本用仙识无法探查的那位仙子，此刻终于是显露了真容。哦，好美啊，对吧对吧？熊灵力满是兴奋地附和着，虽然自己也不知道兴奋个啥。旁边的九九和九羽狮凑了过来，江莲儿素手轻摇，又射来几片树叶，施法给2个人都带上。3个人齐齐远程围观。九九先是轻声赞叹，而后嘀咕道：灵娥今天也不差呀，比平时还要好看呢。
这小长寿，闷声不响，还想得其人之福。江灵儿咬牙骂道：敢委屈灵娥，本师祖拿刀砍了他。九九却皱眉嘀咕：看灵娥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他们在争。九羽狮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。看灵娥的脖梗，她换上了那件最珍贵的内衣，那可是她准备成婚时穿的。九九捏一捏下巴，真的好精致的感觉啊。哎，你们仔细看看小兽兽的表情，他现在好像有些紧张啊，那里的氛围八成有点凝固啊。哎，灵娥这般的傻女子呀。江灵儿露出一副看淡了事态的表情，捏着嗓子吟道：错将此心付薄幸，只愿此生不负君。哎，灵娥快败下阵来了，那位仙子说了什么呀？灵娥脸蛋有些微红。咱们要不要帮灵娥一把？这怎么帮？这毕竟是人家的私事，灵娥如果对一道二缕没意见，长寿占便宜就占便宜呗，咱们也管不到啊。话说回来，来人这是什么修为？为什么刚才我对他起了一点捉弄之意，灵觉就跳得跟面临生死大劫一样？灵丽，你听长寿和灵娥喊这位仙子名号了吗？表兄就是喊仙子，灵娥喊姐姐。哎，我有办法了！九九攥着拳头，一只穿着柔软草鞋的仙足踩在凳子上，俏脸上写满了斗志。哎呀，你不管我不管，灵娥倒下就是咱啊！你不帮我不帮，灵娥愁得心慌慌啊！你们想想，要是小琼峰换了当家人，咱们还能这么无忧无虑的逍遥吗？咱们一定要让灵娥知道，她后面也是有人支持的。你要想去掺一脚就去，拉我们下水干嘛？别让人仙子误会了。嘿，我掺一脚做什么？我跟小长寿那是差了辈分的。哼，师娘，你到底帮不帮啊？你不帮，我就去告诉师傅你喝醉了说的那些话。帮还不行吗？你师傅那脸皮比纸还薄，要是知道我把房中趣事不小心说出来，怕是要闭关个几千年不出门了。真是比女子还容易害羞，白修成长生道果。说吧，九儿，你想怎么做？九九捏着下巴一阵思索，很快就得意的道了句：九仙自有妙计。于是片刻后，一朵白云载着4道身影自棋牌室飘向了湖边。正在湖边树荫中摆下矮桌喝茶聊天的3道身影齐齐看向这边。白云在几丈外落下，于草地上轻轻炸散，显露出了4位女子的身形，实可谓春兰秋聚，各有千秋啊。她们动作统一，各自拖着一方托盘款款向前。李长寿的额头挂满黑线，想吐槽又不好开口，只能够抬手揉揉眼皮。最前一位九羽狮，清秀可人，端庄舒雅，对云霄仙子欠身行礼，矮身将手中托盘放下，放了一盘点心在灵娥面前。那几只堆起来的点心上都写了个灵字。九羽狮欠身退后，穿着同款渡仙门志士仙裙的江灵儿向前，将一盘写满鹅的点心放在了矮桌上，也是欠身行礼，而后退开。云霄仙子含笑点头致意，灵娥却是脸颊通红，禁不住双手捂脸。随后如一座假山挪过来的熊灵丽，穿着紧绷绷的仙裙，蹲在了矮桌前，手指捏着那个如同玩具一般的点心盘，嘿嘿一笑，放下就跑。这盘点心上写的是碧字，而熊灵丽退走，九九千年一遇般穿着同款仙裙向前，将最后一个圣字放下了，柔声道：几位慢用，不够再喊我们呀。云霄轻轻颔首，柔声：有劳了。湖面倒影的微光
洒落在云霄那晶莹细腻的肌肤上，照映着她那张不媚不艳却又美到不可方物的面容，让九九都禁不住看直了眼儿。没事，仙子，吃好喝好啊。言罢，九九赶紧转身，又抬手打了一下额头，迈着小碎步快速地溜远了。哎呀，先前准备的话一字都说不出了。灵娥当真没眼看矮桌上的情形，她还没想好怎么解释帮大家圆过去，又听到了一缕师祖的传声，抬头看向不远处的林边。小琼峰养老团四仙子此刻正高举双手，像是一颗颗水草不断的摇摆，又按刚才送点心的顺序依次跳着转过身去，露出了背后贴着的大字：师妹稳赢。灵河必胜，师妹稳赢。因熊灵力块头过大，重点突出了一个稳字。灵娥见状差点哭出来。都不看对手是谁吗？李长寿在旁边开始介绍了。刚才走过去的有我关系亲近的师叔，也有我在小琼峰上的师祖，还有一位前世是师父的青梅竹马，投胎转世之后回归门中的师叔。姐姐你别多想，大家只是……大家都很有趣呢。云霄目中含着少许笑意，轻声道：师妹，仙子。李长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咱们不如去侧旁的黑池峰上，我今日做一餐饭食。云霄柔声：可否让我与灵娥缓几步过去？我有几句话想与灵娥叮嘱。李长寿顿时皱眉：仙子放心，我自不会欺负灵娥。李长寿却还是道：这恐怕有些不妥。灵娥却是第一次打断师兄的话语。师兄，让我跟云霄姐姐独处一下吧。也好，那你们早些过来。